周四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欧关系保持向前向上势头，符合中欧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4点看法。米歇尔表示，欧方珍惜在中共20大后不久即同中方进行最高层次面对面会晤的机会。欧盟愿做中方可靠、可预期的合作伙伴。习近平指出，米歇尔主席代表欧盟全体成员国在中共20大结束后不久访华，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2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2大市场，推进人类进步的2大文明。中欧关系保持向前向上势头，坚持互利共赢，符合中欧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际形势越动荡，全球挑战越突出，中欧关系的世界意义就越凸显。习近平还提到，江泽民同志昨天因病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期间，高度重视和关心中欧关系发展，曾多次访问欧洲国家，同欧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推动建立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促进了双方各领域对话合作。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巩固发展好中欧关系。米歇尔则代表欧盟对江泽民同志因病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习近平介绍了中共20大重要成果和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政治承诺，反映了14亿多中国人民的意志。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自身制度的稳定、治理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发展的稳定，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宝贵的确定性、稳定性。中国式现代化和欧洲一体化是中欧各自着眼未来做出的选择，双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方期待欧盟成为中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伙伴，共享中国超大市场机遇、制度性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习近平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4点看法：一是要秉持正确认知，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希望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建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二是要妥善管控分歧，中欧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保持沟通协商，关键是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共同维护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三是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可靠，共同反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四是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欧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可以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合力应对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米歇尔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表示，欧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坦诚的精神，同中方就欧中关系各方面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妥善处理分歧。欧盟坚持战略自主，致力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欧盟愿做中方可靠、可预期的合作伙伴。欧方愿意同中方办好下阶段高层交往，通过加强直接对话合作，减少误解误判，加强沟通协作。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指出中国有句古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最符合欧洲利益，最符合亚欧大陆各国共同利益。中方支持欧盟加大斡旋调解，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共20大后，中国外交再掀热潮，中欧互动格外引发关注。此次是米歇尔2019年7月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后首次访华，也是20大后中国和欧盟机构领导人之间首场正式会晤。而欧洲理事会作为欧盟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深圳卫视注意到，新华社通稿中，习近平在与米歇尔会谈的一开始就提到，米歇尔主席此次访华是代表欧盟全体成员国。
实际上，最近1个月，在中欧频密的互动中，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都与习近平实现了线下会面。先是德国总理舒尔茨11月初开启旋风式访华，随后11月中旬，在 G20 印尼巴厘岛峰会期间，习主席密集会见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领导人。与以上这些欧洲国家个体式对话接触不同，米歇尔是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来华，代表的是欧盟整体开展对华外交。欧洲媒体也在报道中说，欧盟各国领导人已授权米歇尔与中国举行会谈。米歇尔试图展示欧盟27国对华的统一立场，正如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的，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对深圳卫视表示，米歇尔的一句“欧方珍惜与中方进行最高层次面对面会晤的机会”，也充分表达了欧洲整体对华发展关系的意愿。米歇尔的访华行程，尤其是访华行程的时间点的安排，与中国共产党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等相关的关系，世界观察中国等视角，那么首先反映出的，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也是关注中国发展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更不用说近一时期中欧之间的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不管是安全还是发展问题，从米歇尔这一次访问行程它的时间点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包括欧盟未来的发展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发展、安全等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华社通稿中，合作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既是米歇尔访华的重要背景，也将是中欧双方交流的关键议题。对欧洲而言，作为时下最显著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因如此才需要合作。习近平给出的药方就是合作。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而米歇尔除了高度认同，还表示欧盟愿做中方可靠、可预期的合作伙伴。从现在中方和欧方的一系列的沟通的过程当中，中方强调的是双方寻找利益的共同点，也希望引起欧方的共鸣。而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欧洲方面现在呢是在某种的纠结甚至是迷茫当中，但是呢与中方如果通过多接触的方式来彼此了解，是有利于进一步的增强互信，寻找未来进行合作以及共赢的出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时，习近平表示，欧洲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伙伴，也是受益者。中欧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可靠，共同反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共同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中方将向欧洲企业保持开放，希望欧盟排除干扰，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米歇尔则回应表示，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实际上，历经7年35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2020年12月30号如期完成谈判，达成共识。但随着欧盟跟风美国在涉华问题上指手画脚，中欧关系出现波折，已经批准的协定进程去年5月停摆。根据商务部网站12月1号发布的消息，针对米歇尔访华，中方如何期待此次中欧领导人对话对于中欧贸易的影响？如何看待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商务部发言人束学庭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欧关系，致力于深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在双方高层的政治引领下，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今年前10个月，中欧贸易额达到7114亿美元，增长6.3%。中国保持欧盟第1大贸易伙伴，欧盟继续成为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束学庭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界。中欧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协定签署生效，早日惠及双方企业和民众。深圳卫视注意到，米歇尔此次访华正值欧盟内部激烈讨论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之时。10月21号，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就如何调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战略性讨论。此次峰会还把如何降低对华经济依赖作为着重讨论的议题。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参加 G20 峰会期间，在谈到欧盟需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时，还曾提到要避免欧盟在创新领域过度依赖中国。不过，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对美国与中国脱钩断链的言论表达不满，纷纷表示要绕过美国跟中国做生意。
苏晓辉对深圳卫视分析，过去几年受各种复杂因素干扰，中欧关系出现一些杂音。米歇尔过去对华的复杂心态与欧洲领导层方面习惯顺从美方施加的压力有关。不过，此次在与习近平会谈中，米歇尔表示愿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也释放了反对脱钩断链的信号。在所谓的大国竞争方面，美欧之间的立场是保持着某种的同质性，尤其是在美国要求盟友跟进的时候，很多盟友是采取了一种配合的态度。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现在美欧之间是呈现出更多的分歧。对于米歇尔的这一次访华行程，很多的西方的媒体在关注的是欧洲将如何做出战略和政策方面的选择和抉择。现在在很多的发展问题被安全泛化，甚至是被政治化、武器化的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很多的欧洲国家来说，对于欧盟未来的发展来说，如何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的方向，包括如何与中国来进行相处，在高科技领域是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利益，同时又避免西方内部的进一步的分化，就成为了现实的议题。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同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会谈，特别强调各国都在思考未来之路。中共20大给出了中国答案，那您对此作何解读？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新华社的电稿呢，今天在会见一开始，中国元首就强调，米歇尔主席代表欧盟全体成员国在中共20大结束后不久访华，这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实际上呢，欧盟方面对米歇尔此访也是高度期待，并且呢已经在前期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欧洲媒体的爆料，那么米歇尔这一次来华访问是在上月出席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与中方达成访问安排的。那么就在上周，欧洲理事会包括米歇尔本人都已经率先公布了访问行程。米歇尔作为欧盟领导人访华，他延续了此前德国总理朔尔茨为期1天的旋风式的访问安排。放到更大一个时间背景来看呢，欧洲理事会官网上周发布的访问公告，特别就谈到10月间围绕中欧关系进行的所谓战略讨论。所以就欧方来说，那么来华进行面对面战略沟通的意愿和动机都是相当强烈的。而且呢，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已经和欧盟2驾马车，也就是法德领导人朔尔茨与马克龙进行了正式的会晤，前期沟通呢非常深入。中方对外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高度重视中欧关系，搞好中欧关系意义重大。正如今天中国元首在会见中所再次强调的，国际形势越动荡，全球挑战越突出，中欧关系的世界意义就越凸显。中国元首今天再度阐释中国答案，无疑呢是在向欧盟方面在战略交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欧方的战略关切。100年未有之大变局，集中体现为加速演进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那么中共20大给出的通向未来的中国答案，今天中国元首高度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表现在外交上，那就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会以4个稳定，也就是自身制度的稳定、治理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发展的稳定，不断来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最宝贵的确定性与稳定性。那么具体到对中欧关系的定位与期待，中国元首今天也特别表示，期待欧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伙伴，分享中国的3重机遇，也就是超大市场机遇、制度性开放机遇与深化国际合作的机遇。中国元首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4点看法，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元首今天强调的4点看法，同样呢是在战略层面在回应欧方的关切，与欧方在进行深入务实的战略沟通，进而呢也是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来做强有力的战略擘画与引领。那么这4点看法有虚有实，既有道的层面的探讨，也有术的层面的厘清。那么秉持正确认知被置于最靠前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在回应欧盟所谓的战略讨论，也就是说要基于何种认知来定位中欧关系，是定位伙伴、对手亦或是敌人。中国元首就明确作答，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制度对抗，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那么后3点看法呢，
聚焦在分歧管控与合作推进上，是中欧关系面对的一系列的实操性的议程，也见证了中欧关系的深度与广度。那么就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中国元首重申要共同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共同反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这呢，无疑是当下欧洲产业界面对的一大困扰。比如呢，荷兰的光刻机生产供应商 ASML， 它要开拓中国市场，现在就面临着来自美方的实质性的干预。所以就此而言呢，今天中国元首再度重申的中方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就格外重要。换句话说，这4点看法能不能落地，关键就在于欧盟方面能否保持对华的战略自主，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战略自主。那在您看来，欧盟能保持战略自主吗？我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元首与欧盟或者是成员国的领导人会面沟通时，战略自主是必谈的话题。无论是见索尔茨或者是马克龙，习近平都在反复强调中方支持欧洲保持战略自主。比如在北京会见20大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索尔茨，中国元首就强调指出，希望欧盟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荷兰阿斯莫公司的中国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症结正在此，依附受制于第三方。再举个眼前的例子，中国元首与米歇尔会晤之时，法国总统也正在访问美国，但是呢，美国媒体就在刻意炒作马克龙进白宫会拜登是要共商应对中国之道。那么如果马克龙访美就是为了应对中国，那么他礼仪中的明年初的访华行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目的呢？难道反过来又是要应对美国吗？这不就是来自美国媒体的针对与制约吗？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刚刚在罗马尼亚首都落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在布加勒斯特公开扬言说，北约成员国已经就应对所谓中国战略挑战达成了共识，将会采取一系列的后续行动，包括一致协调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投资实施安全评估等等。今天《纽约时报》给出了一个煽动性的标题 ：NATO nations grew more receptive to U.S. plays to confront China。北约国家对美方对抗中国的呼吁越发认同。那么估计读到这条新闻啊，荷兰阿斯莫公司面向中国市场的经理人员们一定都会头大。我们也知道，北约成员国大多也是欧盟成员。那么面对大西洋对岸霸权国的美式针对、制约乃至霸凌，欧盟究竟能够保持多少战略自主与独立性？这恐怕是米歇尔与他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同事冯德里恩以及一众欧盟成员国都需要认真回答的。我注意到，今天米歇尔在会谈中也谈到，欧方愿意同中方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其实呢，中欧投资协定本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任时就已经签署了，但是为什么至今还需要推进呢？在我看来，欧盟能否在对华政策上实现独立自主，中欧投资协定议程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及时的检验。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1月30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表示，美国不是在寻求与中国脱钩，要正确处理双边经济关系，不仅要保护，还要积极推动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篇讲安全比讲贸易篇幅更多的演讲稿，目的真的是推动中美经贸健康有序的发展吗？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雷蒙多的演讲稿中提到，今年是中美建交50周年，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致力于与中国的经济接触，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的经济脱钩，美国希望在不威胁所谓核心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或人权价值观的领域促进贸易和投资。中美的年贸易额从1972年的470万美元增长到今天的7500亿美元。这种贸易为美国公司提供了收入，为美国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与中国人民建立了联系。雷蒙多表示，美国需要继续与中国做生意，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双边经济关系，不仅要保护，还要积极推动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经济利益。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对华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基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具体政策实施，比如在这个高科技领域，那么它这种对中国的打压，那么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的一个结果可能会造成脱钩。
那么也可能不脱钩。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它的技术优势巩固之后，它还是不愿意放弃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市场。脱不脱钩是取决于美国的利益。但同时，雷蒙多也强调了与中国的竞争。他将美国的大学、政府对半导体及其研究的数十亿美元资助，以及世界各地的强大盟友列为与中国竞争时的资产。他还列举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将这些不顾国际贸易秩序而一味推进美国国内投资的法案美化为美国长期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尽管雷蒙多着眼于中美的经贸往来，但实际上整篇演讲都围绕着所谓安全来做文章。安全一词被提及了26次，其中国家安全被提及了17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市演讲主题的贸易一词仅被提及13次。针对几乎每一项中美贸易问题，雷蒙多都能将其与所谓中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需要保护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将美国包装为双方贸易中的受害者形象。在12月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学庭就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做法进行了驳斥。11月25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5家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称上述企业对美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束学庭回应表示，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也将影响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不利于中美两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这几年美国对华政策里面有一个倾向，就是搞泛国家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泛地缘政治化。而最近这几年，美国把中国定性为主要这个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呢，美国各个部门竞相那个比狠。从政治层面来说，泛国家安全化呢，严重损害中美战略互信。经贸层面，这种做法呢，不利于两国正常的投资和贸易往来，既损害中国，也损害美国自身。同时呢，实际上也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和市场规则。中方也在国际社会层面积极揭露美方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双重标准和霸凌行为。此前，在11月24号至25号举行的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中方在发言中从专业角度逐项分析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之处。在12月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束学庭就表示，这是中方依据世贸组织规则行使权力的具体体现。中方敦促美方严格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切实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仍在低迷中徘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1月30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水平继续攀升。其中，纽约、堪萨斯城等辖区经济出现小幅下降，仅5个辖区经济出现轻微或温和增长。展望未来，各辖区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也有所加剧。日前，包括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在内的多位专家都对美国明年的经济走势做出了衰退的预测。法国总统马克龙携夫人布丽吉特于当地时间11月29号晚抵达美国华盛顿，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据《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和马克龙将于当地时间12月1号上午举行会谈，之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并在晚上举行国宴。尽管此访号称是友谊之旅，但舆论认为马克龙要借机讨个公道。法美近年来风波不断，而贸易争端和俄乌冲突是两国分歧的焦点。据11月30号路透社报道，在向美国两党议员的讲话中，马克龙直言，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措施对欧洲企业而言超级激进，是在以损害欧洲利益的方式解决美国的问题。有媒体透露，马克龙同时批评美方没有与欧洲盟友商量就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现在不得不努力弥合嫌隙。当天，马克龙与美国国会议员及商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也点名批评美方推行通胀削减法案是损人利己。
他强调，法国自身也面临保障就业等难题，在本国企业能够生产同类产品的情况下，法国不愿成为让美国产品独占优势的市场。他说，法国只是希望得到美国对待好朋友应有的尊重。拜登政府今年8月16号签署通胀削减法案，给予与绿色技术相关的投资税收减免优惠，同时也为购买在北美地区生产的电动车及其他绿能消费品提供大幅优惠。该法案引发欧洲多国不满，认为相关补贴具有歧视性，可能对欧洲行业造成致命打击。根据德国之声的采访，已有迹象表明，价值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已开始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产生吸引力，并让这些投资开始远离欧洲的制造业大国。就在大约10天前，11月21号晚，马克龙还在爱丽舍宫举行特别晚宴，邀请包括爱立信、阿斯利康、宝马在内的49家欧洲制造业大户的 CEO 参加，请他们将工厂留在法国。这种分歧跟矛盾，实质上体现的是法国跟欧盟以及美国之间在战略观以及实际利益上面的根本性的差异。在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之下，那么仅凭一次访问是很难解决。针对马克龙此行，白宫高规格接待。根据声明，这是拜登政府接待的首次国事访问，将再次凸显美法之间深厚和持久的关系。法国媒体方面则称，马克龙是首位2次受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这是一项罕见的荣誉。但马克龙一开始就针对通胀削减法案的批评，已撕下了这次精心安排的访问表面的部分虚饰，触及美国与欧洲联盟这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事实上，马克龙启程前已有法方官员放话说，马克龙打算与拜登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所含歧视性补贴措施当面对质。而在乘机赴华盛顿前，马克龙也直接表明，该法案为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等产业提供了慷慨补贴，是一种对欧洲工业构成巨大挑战的保护主义措施。爱丽舍宫一位发言人上周表示，此次访问十分重要，我们将倡导欧洲利益。德国之声11月30号称，马克龙此行旨在展示欧盟团结。法新社指出，马克龙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对一定数量的欧洲工业企业给予豁免权。就欧洲国家对通胀削减法案的批评，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回应说，美国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对欧洲也有益处，对欧洲企业意味着巨大机遇，也有利于欧洲能源安全。白宫方面还表示，欢迎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European partn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IRA. So I think we would have every expectation that it might come up. In fact, we welcome that conversation. 隐藏在友谊之下，法美近年来矛盾重重。2021年9月，华盛顿宣布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结成 AUKUS 联盟。澳大利亚单方面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大单。另外，法国因被排除在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之外，深感不满。而美国对法国也颇有怨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马克龙既支持乌克兰，又与俄罗斯对话。马克龙多次警告拜登谨言慎行，不要升级风险的同时，还曾呼吁欧洲醒醒，因为美国不会放过欧洲。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受到拜登政府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您怎么看？确实，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以最高的外交礼遇来接待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前访美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没有机会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不过，还是那句俗话，内容不够，形式来凑。真正好朋友的见面，真正友好国家的赴访，比如日本与英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是用不着那么多客套、那么多礼节的。拜登政府欢迎马克龙的场面越是隆重，越是说明法美两国之间存在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说，他们在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安全观念上面，不仅并不存在冲突，反而是站在同一个正好里的。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把外交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欧洲大陆，对欧洲大陆举起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旗帜，同时向欧洲大陆吹响了共同遏制中国的集结旗号。在这个方面，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或者说是欧盟，
都是立马就选边站队，立马就从了的，否则欧盟就不会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好不容易才谈成的中欧投资协议就不会被搁置下来，欧洲国家就不会在5G基站建设与芯片问题上跟随美国的对华制裁步伐。而在安全层面上，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整个欧盟也是跟在美国后面，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同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甚至是不惜仗势断腕，切断了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也就是说，以法国为首的欧盟跟美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问题上，而是出在现实的国家利益上，或者说是出在钱的问题上。而这又主要表现在3件事情上：其一，当欧盟响应美国的号召，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与封锁的时候，美国的能源企业却在趁机大发灾难财，以高出市场4倍的价格向欧盟出售能源。其二，欧盟并不愿意盲目跟随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科技战，因为跟中国的经济交往对于欧盟来说至关重要。那么第三，更为让法国与欧盟感到气愤的是，在欧盟配合美国的对华经济制裁的时候，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却趁机连欧盟的企业也给伤害了。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以法国为首的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到了谈感情与理想就伤钱，谈钱就伤感情与理想的这么一种尴尬状态。那在您看来，最终美国会在国家利益层面向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做出妥协吗？假如拜登政府不肯妥协的话，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又有能力对美国做出反制吗？我认为，为了安抚马克龙与法国的情绪，不排除拜登政府会摸一摸马克龙的头，给法国一个糖吃，也就是在通胀削减法案上对法国企业做出一些有限度的照顾。不过，虽然近年来法国在反美与反北约问题上闹得最凶，包括马克龙提出了要让欧盟成为美国之外的世界另外一极，以及建立欧洲军，以在军事上摆脱对北约的依赖等等。但是从长远或根本上来说，美国不可能对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法国也好，还是欧盟也好，并没有多少叫板美国的实力与本钱。而美国在制衡欧盟方面手上的牌却多的是。首先，过去10年来，美国在拉拢欧盟的同时，也在认组新圈子，或者说是另起炉灶制衡欧盟。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基础的，包括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在内的5眼联盟的作用，尤其是离间了英国、澳大利亚跟欧洲大陆的关系。美国怂恿英国脱离欧盟，美英澳3国结成3边军事同盟，以及让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合同，跟美英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都是标志性的事件。其次，美国在欧盟内部还实施了以欧制欧的战略，因为在欧盟内部主张亲华亲俄、主张欧盟要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都是以法德意为首的欧洲传统大国。但是在俄乌冲突之后，中东欧国家是出于安全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担忧，而跟传统的欧洲大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拜登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力挺中东欧国家主张，扩大了欧盟内部的矛盾，并使得法德意等国家因为担心欧盟的分裂而不得不迁就美国的主张，从而使得安全问题被摆到了异常突出的地位，压过了法德意等国家摆脱美国控制以及渴望跟中俄发展经贸关系的主张。那么还有就是，美国还充分抓住并利用了欧盟内部以及各个欧洲国家内部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也就是政府主张亲俄亲华发展经济，而民间则在美国打出意识形态牌，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又以情绪高涨这样一对矛盾，来操纵了欧盟与欧洲各国的政府。这就是欧洲议会与欧洲各国议会不断地推着他们的政府往激进道路上前进的原因。我认为美国采取的这3招，再加上近年来全球通货膨胀以及俄乌冲突的发生，也导致了大量的欧洲资金外逃美国，导致了欧洲财政周军见肘，
这些也削弱了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对美国的反制能力。那么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虽然表达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不满是马克龙这次访美的最为重要的目的，但是我们就看到马克龙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站的立场和境界并不高。按理来说，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有违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是一个应该被废除的法案。然而马克龙却只要求美国在执行通胀削减法案的时候能够惠及欧盟，尤其是法国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马克龙认为你美国可以继续用通胀削减法案来歧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企业，只要对我欧盟尤其是法国网开一面就可以了。这也就再度证明，法美之间虽然存在着贸易甚至是国家利益层面的摩擦，但从本质上面来说他们还是一伙的。同时这种心胸和视野上的局限也是以法国为首的欧盟斗不过美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